今天我们一起来开个箱，看看这个箱子里有什么东西。白盒子哦。哒啦！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 WaveTech 懒科技，我是 Eric。在我手里的这台就是我们 GLH Pro 的摄像机。在视频拍摄的今天，我已经使用了大概3周的时间。首先，非常感谢 Aqara 提供了用于本期视频拍摄的产品，但本期视频所有的观点均为个人使用观点。Aqara 并没有提前看到这期视频，也没有对内容做出任何的修改。GLH Pro 沿用了 GLH 的模具，所以外观上并没有任何的区别，仍是白色塑料外壳。塑料外壳的抗老化能力还是不错的。你看这个用了3年的 GLH 外观。而全新的这款 GLH Pro 也看不出太大的区别。镜头这里 ，GLH Pro 拥有相同的 f2.0 光圈，相同的4片镜片组，所以拥有相同的140度超大广角镜头。但是全新的传感器和优秀的调教让 GLH Pro 拥有更强大的画质表现。我们视频后面也会详细对相机的视频表现情况进行对比。摄像头下方是一颗全彩的 LED 指示灯，对比上一代的红蓝双色 LED 来说，状态指示更加准确。白色录网失败，黄色等待添加，蓝色联网正常，以及红色正在录制。LED 下方是一颗麦克风，用于录制声音，背后还有一个扬声器，用于双向对讲，还有报警器功能。由于沿用了上一代模具，比较可惜，这里没有换成最新的 USB-C 接口，而是使用了之前的 Micro USB， 配备了2米的 Micro USB 至 USB-A 的供电线缆，盒子里并没有配备充电头。估计家里各种5伏1安的充电头多到都要溢出来了吧。盒子里还配备了一个金属安装板，同时配备了膨胀管以及螺丝及 3M 胶，用于不同的安装方式。为什么是金属板呢？因为 GLH Pro 沿用了上一代荣获2019年红点设计大奖的磁吸底座表面，可以吸附在任何金属表面上。如果需要安装一些墙面或者慕斯面等非磁性表面，就可以用配送的金属安装底座。整体吸附情况还是比较牢固的，上一代在我家门口吸了3年，从来没有发生过掉落的情况。但是如果勾到供电线，摄像头还是会被拽掉下来的。所以这里注意一下线缆的整理。摄像机的顶部有一颗配对按钮，底部有一个 TF 卡槽，最大支持到 128GB 的 TF 卡，对比上一代支持的容量整整翻了一番。下方有一个重置按钮，用于重置相机。配对方式不用多说，打开 Aqara Home， 选择 GLH Pro 摄像机，输入 WiFi 的名字以及密码 ，App 将会将信息生成2维码，需要你将2维码展示给相机扫描。如果你不太喜欢这种的录网方式，也可以打开 iPhone 的相机，直接扫描底部的 HomeKit 2维码。GLH Pro 还支持 Aqara Zigbee 3.0 网关功能，拥有更广泛的子设备支持。由于上一代的 GLH 是一款3年前的芯片方案，可以看到这里网关的固件版本还是2开头的老版本。全新的 GLH Pro 就升级到最新的3字头的固件，拥有和 MES、M2 相同的子设备支持，所以 GLH Pro 支持摄像机、网关、报警器、人体传感器等功能。这里推荐将 GLH 当做网关的用户升级到 Pro 版本。老款的 GLH 也会在 Pro 上市后停产。对于新的子设备支持也会越来越差。GLH Pro 使用了全新的 WiFi 芯片，支持更加安全的 WiFi WPA3 加密，可以保证 WiFi 数据不被第三方截取和破译。刚拿到这台摄像机的时候，也由于 802.11r 漫游问题对录网造成了困难，但是 Aqara 工程师当晚就改出了一个驱动版本，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大家拿到的零售版本应该可以很顺利的录网。如果想要了解更多全屋 WiFi 的设置，也欢迎观看我的这期视频。OK， 这里主要对比一下 GLH Pro 和上一代的 GLH 的画质的区别。GLH Pro 和 GLH 都拥有相同的1920×1080的分辨率，全新的传感器让视频的质量有了很大的提升。可以看到，白天的视频拥有较高的对比度，对比上一代灰蒙蒙的视频，可以拥有较高的画面对比度。例如看着窗外，高亮的细节画面有了很大的提升。在夜里，视频的亮度也会有所提高，所以夜间的分辨率也要丰富许多。同时没有红外爆灯的问题，所以用来做宝宝的床头摄像机也不会打扰到宝宝睡眠。相机是20帧的画面，但是在设置里很贴心的增加传感器帧数设置，默认是和中国交流电相同的50赫兹，同时适用于欧洲等拥有相同50赫兹交流电的国家。如果在美洲等适用60赫兹交流电的地区出现频闪的问题，也可以将传感器的帧数调整为和当地交流电相同的60赫兹，来避免频闪。说完视频，接下来说说存储。GLH Pro 最大支持128GB 的 TF 卡存储，整整比上一代的 GLH 要翻了1倍。同时还支持 HomeKit 安全视频，
可以存储最近10天的视频片段，支持人脸检测，可以从手机的相册里导入人脸，还支持宠物、车辆、包裹识别。在 Aqara Home 里还支持隐私区域的设置，如果将摄像头对着邻居的门口或者一些不希望被录制的区域，就可以在隐私区域里将它屏蔽掉。隐私区域同时还会对 HomeKit 生效，隐私区域会变成一个纯黑的方块，不会被录制下来。不知道 Aqara 是否会将这个功能推广开来？目前隐私区域功能是 GeoH Pro 的特有功能，还有一个 NAS 存储的功能会在将来的固件更新里开放，支持将视频存储在同一局域网内的 NAS 服务器里。接下来 GeoH Pro 还有一颗人体传感器，这颗人体传感器原理和 Aqara 红外人体传感器的原理不同，是通过分析视频的画面，如果画面中出现移动，就会触发这个传感器，检测间隔为5秒。对于动态移动的物体，检测还是非常准确的，所以可以用于过道一些有人开灯的场景，但对于静态的物体检测就不是那么友好了。第二个是在夜间的识别可能会比白天的识别要差一些。最后 GeoH Pro 还支持报警器的功能，和上一代的 GeoH 不同，这颗报警器是全功能的，可以暴露在 HomeKit 中。报警器的声音也和其他网关相同，并不会出现 GeoH 这种报警器状态不同步的问题，也不会到了家无法解除报警。估计 GeoH 的这些问题不会修了吧？每次到家报警器关不掉，必须断电才能解决。如果要用到报警器功能的用户，这里推荐一定要升级到 GeoH Pro， 可以给生活减少一些不必要的麻烦。OK，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对 GeoH Pro 的使用体验。经典的外观设计，全新的芯片和传感器带来了更好的画质效果，同时支持全功能网关功能，支持更多的子设备类型。OK， 如果你喜欢本期的视频，欢迎你用力捶下面的喜欢按钮，同时关注 WaveTech 频道。我们下期视频见，拜。